他3次被拖向地狱的大门，好在3次呢都被神拽了回来。经历了这一切，他抛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：加入教会不意味着你就是一个基督徒，就好比呢去到牛棚里无法让你变成一头牛一样，你的灵魂必须重生。在咱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呢，提到过预言家布兰登·比格斯的故事。他曾提及少年时呢，通过反复聆听甘坚信牧师的传道录音呢，深受启发，从中领悟了许多的人生真谛。不过呢，在很多人眼中甘坚信牧师的故事过于传奇，让人难以置信，因此也引来了一些质疑声和嘲讽。对此呢，比格斯态度坚决：甘坚信是我一生最敬重之人，我绝不容忍任何对他的不敬。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甘坚信的故事。甘坚信呢是个早产儿，出生时体重不到2磅，并同时患有心脏先天性畸形以及一种无法治愈的血液病。命运在这个小宝宝降生的那一刻呢，就与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。1917年，当时的医院呢还没有保暖箱，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之下，一个极度脆弱的早产儿想要存活下来，几乎就是不可能的。然而，凭借着顽强的生命力和惊人的生存欲望，小婴儿奇迹般的活了下来。可即便这样呢，长大之后的甘坚信也不得不面对身体的种种缺陷，无法和正常的孩子一样的奔跑和玩耍，甚至呢，一个不小心都随时可能送命。9岁那年呢，主日学校的老师问道：“有谁想上天堂？”包括甘坚信在内的所有的孩子们都举了手。于是呢，甘坚信也顺理成章地受了洗礼，成为了基督徒。甘坚信认为这下妥了，自己从此就是基督徒，能得救了。15岁时呢，随着甘坚信的病情不断的恶化，他已经瘫痪在床，医生呢甚至断言他已是无药可救。1933年的4月22日，他躺在自己的外公家一间位于德克萨斯州麦金尼镇的卧室里。此时母亲、祖母和弟弟都陪在自己的身边。他的心跳骤然停止。此刻呢，墙上的挂钟刚刚指向了晚上7点30分。一瞬间，麻木感从脚趾迅速传遍全身。甘坚信感到自己的灵魂离开了身体，不断的下沉，仿佛要坠入一个无底的深渊。随着周围是越来越黑，越来越热，他看见了一些手指状的光影在这黑暗的墙壁上不断的飞舞着，直到呢他落入了深渊的底部，才惊讶地发现这些光影竟然是来自地狱大门的熊熊火焰。惊魂未定的他突然感到自己正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吸入地狱的大门。与此同时呢，一个阴森恐怖的阴魂正死死地抓住自己，不断地将他往地狱里拽。他拼命地挣扎，奈何自己的力气太小，眼看就要被拖进去。此刻的甘坚信感到了无比的惊惧和绝望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个男人的声音从这深渊的上方传来。甘坚信不知道那声音是来自上帝或是天使，虽然他听不懂，但那声音有着如此惊人的力量，以致整个深渊都随之的震动起来。那阴魂也松开了手。随即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他从深渊底拉了上来，穿过黑暗，灵魂升到了外公家的走廊上，看到了走廊上的秋千、院子里的雪松树，接着穿过了墙壁，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。他睁开眼，看到外婆正紧紧地抱着自己，耳边传来妈妈在屋外歇斯底里的祷告声。尽管当时正值经济大萧条时期，这汽车还是属于稀罕的玩意儿。由于母亲的祷告声响彻整个街区，以至于家门口的2条街都挤满了好奇的车辆。甘坚信亲吻了外婆，并让她转告妈妈自己的爱。然而来不及多说，随着心脏第2次停止跳动，他再次坠入了深渊，又一次看到了地狱之门与那个可怕的阴魂。阴魂像上一次一样紧紧抓住他不放，拼命地往地狱里拖。就在此时，神的声音再次响起：
甘坚信又被拉了上来。甘坚信匆匆地让外婆将自己的遗言告诉家中的每一个人，然后他的心脏第3次停止了跳动，灵魂再次坠入深渊。他绝望地喊道：上帝呀，我是教会的，我受过洗礼呀！他喊了一遍又一遍，但在这黑暗中回应他的却只有自己的回声。此刻他终于明白，要上天堂，光靠受洗和加入教会是不够的。甘坚信第3次被拖向地狱大门，热浪扑面。这一次他用尽全力，拼死挣扎，誓要挣脱阴魂。就在此时，神的声音再次响起，甘坚信第3次被神拉了回来。在黑暗中，他开始不断的祷告，祈求神明宽恕并洗净他的罪过。当他回到人间时，他发现自己仍然在继续灵魂中的祷告。此刻，他内心涌起了从未有过的安宁。他看了一眼壁炉上的时钟，时针指向了晚上7点40分。这一切竟然是在短短10分钟之内发生的。后来，甘坚信写下了《我下了地狱》一文。他说：“从那一刻起，我知道我得救了。”尽管甘坚信相信自己已经彻底摆脱死神，不过呢，却无法说服医生。这5位医生对他的病情完全不乐观其中一位权威医生甚至断言他连100万分之一的生存几率都没有。不过甘坚信回忆道：“每晚我都在对神的赞美声中入睡，每当房间的灯熄灭，所有人都进入梦乡时，年仅15岁的我躺在黑暗中默默沉思。”他一边赞美神，一边想着，或许他们明早会发现我死在床上。不过，我好高兴，因为我没下地狱。如果他们看到我面带笑容的死去，就会知道我死得很安心。经历了3次下地狱的恐怖经历甘坚信深刻体会到，死亡并不可怕，而是下地狱。他还领悟了一个重要的真理：光是加入一个教会，并不意味着你就是基督徒。就如同去到牛棚里无法让你变成一头牛一样，你的灵魂必须重生。虽然甘坚信的灵魂得到了重生，但他的病情并未因此而好转。4个月后，一个酷热的星期三，他再度命悬一线。当天的气温高达41摄氏度，他盖着几床被子，却仍旧感到寒冷刺骨。下午1点半，他冲着弟弟喊道：“快去叫妈妈，我不行了。”弟弟立刻冲出了房间，奔向了厨房。突然，整个房间变得雪亮起来，神的荣耀充满了整个屋子。他回忆我的灵魂被提升，进入那荣耀中，离开身体，升到屋顶。我看到自己的身体躺在床上，张大嘴巴，如同死人一样。他还看到妈妈俯身握住自己的手。这时呢，神的声音告诉他：“回去吧，你的工作还没有完成。”于是甘便回到了身体里，握住母亲的手说：“妈妈，我不会死了。”此刻，母亲以为他指的是暂时不会死，而甘坚信心中清楚，神给了他使命，他将活到寿终正寝。他说：“多年来，我一直认为这段经历太神圣，不可随意分享。直到15年后，神对他说：‘告诉他们。’于是呢，他才开始分享。”甘坚信的母亲从未听他说起过进入神荣耀的事，直到有一天，他从电台中听到甘坚信的讲道。在这节目中，他解释了用心相信意味着用灵魂去相信，并分享了那段进入神的荣耀的经历。听后呢，母亲对他说：“还有更多你不知道的呢，让我告诉你我和你外婆那一边的经历吧。”母亲告诉他：“虽然你说你感觉只在那荣耀中待了几秒钟，其实呢，你去了超过10分钟。”他回忆当时他的弟弟跑进厨房说甘快要不行了，母亲便立刻冲向甘的房间。虽然这房门是敞开的，却感受到房间里好像被什么东西充满了一样，怎么也进不去。当时呢，甘坚信的母亲因为生活的伤痛，双目已失明。他说：“我感受到神的同在和他的荣耀，于是呢，退回到饭厅，坐在餐桌旁不断的祷告。外婆呢，也尝试进入甘所在的房间，
可是每次靠近呢，自己就像皮球一样被弹开了，房间里充满了像雾一样的白云，浓密的看不见干。甘坚信的母亲祷告了10分钟，白雾才是渐渐散去。此时外婆呢，终于看到了甘坚信的身影。母亲握住甘坚信的手时，她突然开口说：“妈妈，我不会死了。”从那天起，甘坚信说自己不再去为去世的基督徒感到悲伤，因为他知道他们回到了天上的家。圣经马可福音11章有这样的一段话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谁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是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”1年后的1934年8月8日，当时的他仍旧瘫痪在床。马可福音的这段话如同闪电一般击中了甘坚信的内心，他开始大声的一遍遍的宣告：“我相信我畸形的心脏已经痊愈，我相信那不治的血液病已经痊愈，我相信瘫痪已经痊愈，我相信从头到脚我已经彻彻底底的痊愈。”然而奇迹就在这一刻真实的发生了。仅仅1个小时之内，甘坚信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力量涌遍全身，他从瘫痪中康复，从此再也没有行动上的困扰了。这段经历呢，也奠定了他日后传道生涯的核心思想——信心的话语。他坚信，只要对神的话语拥有坚定不移的信心，就能得到医治。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这一点，并且将其传播给更多人。而甘牧师呢，也因此被誉为现代信心运动之父。甘坚信还记得自己瘫痪在床时呢，自己的外婆有个远房亲戚经常来探望自己。不过呢，每次他来大家都避免提及神，因为只要一谈到这个话题呢，他就会暴跳如雷。什么天堂地狱都是骗人的，人死了就像狗一样，一了百了。教堂都该关门，传道士都该杀死，他们就是为了骗钱。多年之后呢，他听说这位亲戚病危，便和妻子前去探望。一进房间，只见一位70多岁的老妇人躺在床上，眼神呆滞，喉咙中不断地发出着嘶哑的喘息声。他的女儿叫唤道：“妈妈，甘坚信来看你了，他现在是位传道士。”这话音刚落，这老妇人突然像被惊醒一样，猛地一挺身，大喊道：“甘坚信，你在哪儿？”甘坚信赶忙握住他颤抖的手，不断地安抚他。甘坚信，告诉我，地狱不存在。我以前说没有地狱，还说传道士都该死，可现在我怕极了，真的怕极了。他的声音中充满了绝望。他不停地嘟囔着：“好黑暗，真的好黑暗。”接着他瘫倒在枕头上，没了动静。不久后呢，他去世了。临终前嘴里仍反复哭诉：“黑暗，真的很黑暗。”在这60多年的传道生涯当中呢，甘坚信常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周边的每一个人：这天堂是真实存在的，地狱也是真实存在的。在一些人的眼里这说法已经过时和老套，不过呢，这都是真理呀。布兰登·比格斯常说，人生最可怕的从来都不是死亡，而是离开神。他这番话或许正是从甘坚信的经历中所领悟出来的。如今人们对神的理解呢，似乎充满了误区，将形式误认为是信仰的本身。然而呢，宗教的本质从来都不是那些外在的形式，而是帮助人们回归神性的工具。真正重要的呢，是我们是否用心去理解神，用生命去实践信仰，并在这一过程中让灵魂真正觉醒。好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